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皮特。有没有觉得很久没有再来养甲虫跟挖甲虫的乐趣呢？其实每个晚上几乎都要跟这些甲虫相处非常久的时光哦，需要帮他们换木屑啊，换大斗土，换菌品。成虫的话也需要去照顾，还有让它们繁殖。今天呢，就整理到了一些 PGK 哦，长颈鹿巨锹形虫，它们已经化蛹了哦，超棒的化蛹了。那另外呢，还有一箱是产房，这个产房呢是黄纹巨锹形虫哦，之前的影片介绍过的黄纹巨锹形虫。那这一箱呢，一不注意，这个幼虫呢就已经30了哦。黄纹巨锹形虫有没有？然后这边呢都可以看到幼虫的食痕，这都是幼虫哦。然后下面就可以看到很肥的30的幼虫哦。所以其实呢，这个已经放了有一点点晚了。那我们等一下呢，就赶快来开挖它们哦。不过呢，今天我们更精彩的就是要来开挖这个长颈鹿巨锹形虫的蛹哦，在这边大家可以看到，这个呢就是它的蛹。那其实我们这样子侧边看呢，就可以看到这个蛹的整个的容貌哦。这里就是它的蛹室哦，长颈鹿巨锹形虫。那这一批呢，其实生的数量还蛮多的，它是龙目岛的野生第一代。那我就有一些用木屑饲养，也有一些用菌瓶来饲养哦。现在化蛹的这些呢，都是用菌瓶饲养的，不管是用窄口菌、宽口菌瓶，或是我们刚好有虫鸦菌给它使用，都是菌瓶的会比木屑来的先羽化。那我们今天呢，就马上带大家来开挖这种非常大型的锹形虫哦，它是世界上最大只的锹形虫，非常的厉害哦。它的牙形呢也是非常的有特色。等一下看蛹呢，就可以完全的看到它的牙形哦，非常的有特色，叫做长颈鹿巨锹形虫。那第一只呢，我们就来挖这一瓶虫鸦菌的长颈鹿巨哦，它的幼虫最重是47克，并不是说非常的顶大哦，但是这个体重呢，基本上要破100是没有问题的。那我们就赶快来开挖这个长颈鹿巨锹形虫哦。好，一样哦，准备这个铲子会比较好来挖这个菌瓶，因为菌瓶它其实结构是比较紧的。那我们这个蛹室非常的明显，那我们在开挖上也会相当的简单哦，就直接往它的蛹室。像我呢是习惯从它的头上方开一个天窗啦，所以我们就直捣蛹室哦，直捣蛹室。那当然呢，我们在挖这个，尤其是拿这个铲子尖的铲子，一定要特别注意，特别小心哦，千万不要功亏一篑哦。好，这个知道蛹室位置在哪里，挖起来就非常简单哦。然后我用手把它的蛹室给开天窗，这样子把它打开。好。马上带大家来见证哦，这个长颈鹿巨锹形虫的蛹。讲哇，好，这个呢就是长颈鹿巨锹形虫的蛹哦，真的很有特色哦。可以从它的蛹就可以发现它这个牙齿是有点波浪，有没有？往内凹，再弯出去，再凹回来，就是长颈鹿巨锹形虫它最大的一个牙形特色哦，很漂亮又很有特色，同时它是非常好饲养的，即便是没有温控环境，都可以养出还不错的成绩哦，非常棒的一只甲虫哦。那这颗蛹呢，来测量一下它的重量哦，29.5克哦，它的蛹重是29.5克。那我们就静静的期待它羽化，再来跟大家分享哦。长颈鹿巨锹形虫，好，这是第一只。那我们来挖第2、第3只哦。这个宽口菌瓶呢，就是它的容量会比窄口再大一点点。那一样，我们就是用挖的，把它挖下去就 OK。一样，这边哦，那这边呢，我们看到它的蛹室，这边呢是它的屁股的位置，至于这边就是它的头的地方嘛，有没有？非常明显哦。像这样子看得到蛹室都非常的好挖，不会去伤到蛹，所以我们在挖的时候呢，一样哦，直捣它的蛹室位置，把它往下挖就可以了。那比较不熟练的呢，就是慢慢挖，不急嘛，慢慢挖，小心不要去刺破它的蛹室，再去伤到蛹哦，那真的很可惜。哦，慢慢挖。好，那一样哦。通常不管是什么甲虫或是什么样的耗材，它到接近蛹室的地方就会比较坚硬一点。然后这种时候我就会换成用手的把上面给拨开，这样比较不会不小心把它捅到蛹室里面。OK，
好，我们可以请它出来咯。这样讲，第二颗长颈鹿巨锹形虫的蛹哦，第二颗，这一颗它的牙齿啊，好像比这一只还要来短一点点。推一下哦，在这牙齿呢，很明显就比这只还要来的短一点点哦，有没有？好，那我们一样测量一下它的蛹的重量。27.7哦，27.7，一样，我们把它记录下来。好，这是第二颗的长颈鹿巨的蛹哦，最后一颗这一瓶呢是用窄口菌瓶来饲养。那像这个窄口菌瓶呢，因为它的这个边壁就很薄，所以我们可以把它直接切开来。不过切开就一定要特别的小心哦，一个是去伤到虫，另外一个是要小心自己的手。像这边呢，我们会用这个菌瓶刀哦，这个其实就是那个拨线刀，就是一般在拨电线用的。那我们的做法呢，就是从这个菌瓶这边有没有？通常我是这样卡进去，那安全一点就是刀口朝外哦，然后我们去顺顺的转动这个菌瓶哦，顺顺的转，然后就可以直接把这个窄口菌瓶直接切开，非常的方便哦。OK， 好，那它的蛹是在这边嘛，那我们就一样把它慢慢的挖一个小洞，这个可以直接挖出来，这个到时候会做人工蛹室给它。一样要小心的挖 ，OK。这样讲，第三只的长颈鹿巨锹形虫哦，这一只看起来比第二只大，跟第一只平分秋色，跟第一只真的平分秋色，看起来它的头还比第一只要来的更宽一点点哦。这是第一只、第二只，然后第三只的长颈鹿巨锹形虫哦，哇哦！